你能想象全球性产业的规模有多大吗？如果我们把性产业看成一个国家，它可以排进全球经济总量的前60位，相当于马来西亚2023年经济总量的一半。更有趣的是，尽管在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性产业并不合法，但亚洲的性产业却格外的普遍。性产业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居然是中国，和咱们保守的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就算是今天的中国，也无法和当年的泰国相比，因为它曾经达到过性产业规模的巅峰，占全国 GDP 的12%，相当于今天澳洲的矿业、韩国的电子产业和美国的整个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全世界最黄的国家泰国的经济。在视频的最后，我会说一下泰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从人均 GDP 是中国的4倍，到今天被中国甩在了身后。早在17世纪的晚期，泰国就有性产业的存在。当时的妓院由王室垄断，小姐的收入直接上缴王室财政，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么看，那时候泰国的小姐算不算公务员呢？至少也得算个国企员工，对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服务王公贵族，但偶尔也服务一下有地位的商人或外交人员。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有记录，当时泰国的国王会将一些高级的小姐派往外国使者的驻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殊服务是泰国当时的一种外交手段。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外国人就将泰国看成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但当时都算是小打小闹。泰国性产业的爆发要起源于越南战争。当时的越南有大量的美军，与此同时，这些美军都享有假期，而泰国曼谷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度假胜地。据估算，1966到1969年，大约有7万名美军士兵前往泰国休整。如此集中的人数催生了娱乐业的需求，包括性产业。本来这个特殊行业在1960年被泰国政府定为非法，但跟很多国家一样，执法力度跟不上。小姐在泰国仍然大量的存在，而且泰国政府还给性产业的发展添了一把火。1966年颁布了娱乐场所法，允许酒吧、夜总会、按摩院等娱乐场所合法经营，就给小姐提供了法律上的灰色空间。在这些地方，很多服务跟这个性都傻傻分不清楚，使得特殊服务从传统妓院引申到按摩院和酒吧的包间里。可以说，该法案为泰国日后性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65到1972年，美军在泰国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用于休闲娱乐，这其中有多少钱花在了那方面，大家自行脑补。1950年代之前，泰国大约有2万名小姐，主要是华裔。但美军到来后其数量暴增了20倍，达到40万人，其中曼谷就30万人。怎么回事呢？虽然我没有找到当年的数据但可以用1990年的数据做一下参考。在1990年代初小姐姐月收入约为8000泰铢，而家政服务员的收入就200。此外，小姐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工厂女工的20到40倍，而且应该没有在工厂那么辛苦。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特殊服务对农村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成为她们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现实可行的一条路。这个情况和中国就很相似。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黄一莹研究了20年的小姐，他在公开演讲中说自己接触的很多小姐都是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性，很多都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压力。在一开始这些农村的女性也不是奔着小姐这个行业去的，都是先从服务员、家政或工厂做起。因为没有学历、没有经验，别的行业也很难做。但做技侠又苦又累，收入还少，所以后来接入到这个来钱快还相对轻松的行业就很难拒绝。回到泰国，在1990年代，性工作者每年平均会资助农村家庭3亿美元，远超泰国政府对农村家庭的援助。所以在解决贫困人口这方面，泰国政府还不如小姐呢。泰国文化也对小姐这个职业相对的友善。泰国女性历来在家庭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统上拥有相对自由的性和劳动地位。小姐可以通过对家庭经济上的支持而获得社会认可。也就是说只要你给家里钱，就算做小姐，父母邻居也不会对你指指点点。虽然美军让泰国的特殊服务行业迎来了第一次爆发，但美军不会永远待在泰国，对吧？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军撤出，泰国的性产业和旅游业急需寻找新的客户，他们就把目标放在了性游客上。当时世界银行还建议泰国政府顺势将旅游业确立为支柱产业。
泰国就开始了一系列专门对西方男性的旅游宣传活动。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游客中有近3/4是白人男性，这说明该策略极为成功。我看到过一个笑话，永远都不要问一个男人的收入、女人的年龄和一个德国男性为什么去泰国旅游。与此同时，找小姐姐深入交流在泰国本地也被广泛的接受。其实在1990年代，泰国特殊服务的消费大多数都发生在泰国的男性而不是游客身上。在泰国购买小姐的温情服务被视为成年礼、商务聚会、社交活动正常的一部分。中年男性通过集体消费巩固男性认同和社会关系，而他们的妻子常常默认丈夫的行为，这点跟中国很像。我曾经分享过《纽约时报》一篇名为《兄弟规则》的文章，文章揭露在中国 KTV、洗浴中心和夜总会是中国的政客和商人社交的主要场所，这样可以让潜在的合作伙伴觉得大家都是一条道上的人，把那些有道德感的人给筛选出去。2011年，中国的网络上流行一句话，给老板做100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坏事，很有道理，对吧？说回泰国的服务行业，需求是有了，但供给怎么办呢？毕竟虽然赚得多但绝大多数的女性肯定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儿。老沙作为一个男性都无法接受，你要让我随机跟一个女性那啥，不要说心理上、生理上都没法接受，何况是女性了。但1980年的一场农产品危机再次帮助了泰国的服务行业。当时的泰国被誉为世界粮仓，农村地区很多人的收入来源于农产品出口。有的观众应该知道，上一次全球大通胀的高峰就在1980年，当时全球的央行都在疯狂的加息，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萧条。结果是泰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暴跌，原本依赖农业为生的农村女性就在这个时候大量去城市寻找工作，解决了泰国服务行业的供给问题。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泰国的服务行业迎来了巅峰时刻。福布斯杂志在1999年报道，根据泰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当时泰国性产业每年吸引约50万寻欢作乐的男性游客，年产值约250亿美元，占泰国 GDP 的12%。这个结果跟当时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差不多。虽然说性产业是非法的，估算它的规模非常的困难，但泰国的大学和国际劳工组织都估算当年的产值差不多在200多亿美元，所以大概这个范围应该是错不了。一个占全国 GDP 10%的产业，那绝对是支柱产业了。当年泰国能把特殊服务这个非法产业发展成国家支柱产业，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性产业的繁荣可以带动旅游业赚取大量的外汇收入，还促进了泰国美容业、卫生保健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外加泰国的利率在1993年之后快速上升，远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借钱，然后投资泰国可以大赚特赚，导致日元为首的外资大量涌入泰国。从1987到1995年，泰国的投资和经济都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在1996年泡沫破裂前夕，也就是泰国最辉煌的时候，这时候泰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4倍。但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如今泰国性产业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这些年，泰国政府对性产业这个词儿也越来越敏感，甚至有些研究泰国特殊服务行业的国际学者遭到遣返或拒签。外加社交媒体的发展，很多小企业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这不仅仅是他们获得客人的渠道，直播的发展也让相关的工作人员有了另外一种获得收入的方式。种种转变让研究泰国性产业变得越来越难。现在被引用最多的数据是一个专门统计非法行业的数据服务公司，叫 HiveScore。根据它的数据，泰国性产业的产值目前排名世界第8，还不到中国的1/10。不过它的官网并没有写数据的年份，目前泰国性产业的规模到底是多少，变成了一个谜。我可以肯定的是，性产业对泰国经济的影响力80%是不复当年。因为泰国在最近几十年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在试图摆脱性产业的影响。从2003到2019年，外国游客给泰国贡献的收入从100亿美元增长到64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但游客的主体已经从来自欧美的白人男性变成了亚洲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是进入泰国旅游排名前4的国家。比如泰国目前是中国老年旅行团的热门国家，美景、美食和文化同样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泰国旅游。然而，泰国的经济在越来越绿色的同时，其他的问题却接踵而至。首先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泰国 GDP 暴跌了10.5%，泰铢贬值将近一半，大量的企业倒闭，金融机构破产，股市暴跌80%。危机过后，泰国的境况和日本很像，GDP 增速从此下了一个台阶，到今天都没有恢复。第二是人口问题，经济学人将泰国评价为最像日本的国家，因为泰国是第一个成为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2022年，泰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了4%，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国还快。目前，泰国人口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和中国一样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这是因为最近几十年，泰国的生育率稳步下跌，到2023年，平均每个泰国女性生孩子的数量已经跌到了1.2个，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第三，除了老龄化，更紧迫的问题是家庭的债务。从2011年泰国政府对第一次买房和买车的人推出税收优惠以后，泰国的家庭债务就开始不断的上涨，目前达到 GDP 的90%，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家庭债务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几乎逼近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过高的家庭债务不仅增加了未来的风险，还压低了当前的消费。加上老龄化的影响，泰国正在面临严重的需求不足。过去10年，泰国像日本一样面临通缩的困扰，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了5次负增长，最近的一次就在2025年的4月份。私人投资增长也持续低迷。今天泰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远远低于美国，甚至和日本差不多。消费和投资需求低迷导致泰国的经济增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第四，除了经济问题，泰国的政治也相当的不稳定。仅最近20年就发生2次军事政变。就在2024年8月，泰国时任总理被宪法法院罢免，再一次凸显了泰国不稳定的政局。当下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泰国是一个高政治风险、低经济回报的最差双重组合。此外，泰国腐败的问题也相当的严重，政府清廉指数排名全球107位，甚低于中国和越南，并且呈现逐年下跌、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刚过不久的王兴事件就跟泰国的腐败脱不了关系。如果没有泰国警察的配合，从泰国将人运到缅甸电诈园区就不可能长期的运作。面对人口老龄化、家庭债务过高、内需不足、通缩压力和政治不稳定，或许泰国也会面临一个失去的30年。最后，我想借泰国的例子来说一下制度的问题。我在这个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做过一期讲解去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写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视频，这是我目前观看量最高的一期，所以就有很多的评论。在我的评论区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大概是说像泰国这种国家制度上抄西方的作业，实行民主制度，但经济的发展反而不如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的好，马上泰国就要步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了。这是否说明在经济发展方面，民主不如社会主义优越呢？其实在这本书里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将制度分为民主和非民主，而是用汲取性和包容性的概念，甚至将制度进一步分为政治和经济2种。政治制度是指权力够不够分散，有没有制约，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还是来自于暗箱操作或武力争夺。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的环境是不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和创新，比如法律有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大众的劳动成果是否被剥削，有没有分配问题等等。为什么要这么分类呢？因为一个国家的制度真的很难用是不是民主来简单的区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非常包容的地方，或者说往更加包容性的地方发展。比如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从集体农业到分田单干，农民的积极性就立马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民主国家也可以有非常汲取性的地方，泰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泰国虽然有民主选举，但却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总共发生过13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泰国的2院之一拥有立法权力的上议院，250个席位都是由军方指定，可见泰国军方的权力有多么大。而且泰国的言论管控比中国更加的明目张胆。泰国刑法第112条，任何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的人，均可被判处3到15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泰国的制度明显是更加的汲取性，而并非是包容性的。它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吗？泰国的经济制度也缺乏包容性。泰国王室通过控股银行和地产掌握了大量的财富，约为400到600亿美元。什么概念呢？是英国王室的100倍，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
军方通过退役将领进入国企，形成了利益网，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中国面临的资源分配问题在泰国甚至更加的严重，外国投资者也受到复杂的审批限制，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政策和贷款的支持。从泰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非民主，而是制度有没有包容性。如果中国重新回到90年代的社会环境，那今天所有的经济问题可能都会迎刃而解吧。